Redmi Note 11 Pro Plus， 一台小米新发布的手机。厂商玩命的宣传这台手机多么的优秀，多么的超值。不过我们 ZPH 关注的是这颗1亿像素的后摄，我们会从我们的角度来告诉你这台手机值不值。正片开始前，先问问各位，你们觉得这台新出的手机在工业设计方面好看吗？如果你觉得它好看，打1；觉得不好看，打2。欢迎收看 ZPH， 今天我们聊聊 Redmi 新发布的 Note 11 Pro 系列。我手里拿的呢是顶配 Pro Plus， 它跟 Pro 一样都有一颗1亿像素的感光器这点也是它上我们节目的原因。那毕竟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老观众会知道我们会拍摄一些摄影作品用手机拍摄，然后放在节目的开头。这个环节的目的呢，是为了鼓励大家像我们一样多出去拍摄好看的照片，拍摄你眼中看到的美好。前面这些摄影作品呢，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您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这样我们可以继续输出更多更好的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Redmi Note 11 Pro Plus 它的后摄主要的镜头就2颗别看我标了3颗镜头，那颗微距它实在有点凑数了，主要镜头就只有主摄跟超广角。虽然主要的镜头只有2颗，但是拍照界面中还是给了你3个焦段，主摄、超广角还有一个2倍的焦段，只不过这个2倍的焦段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它没有对应的光学镜头。那咱们先聊主摄，主摄并不是上面这颗标注的最明显的镜头，那颗只是超广角。主摄的参数都列在这里了，原生1亿像素，默认9合1输出1200万像素。从第一张样片上看，颜色还是不错的，白平衡挺准。那么我们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看这颗镜头的光学素质怎么样。中心画质还是比较优秀的，小米的手机是很少锐化的之前我们专门出过一期聊锐化的节目，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边角画质下降虽然说是有的，但是还可以，完全可以接受。再看第2张样片，拍摄的时候是大阴天最近北京的天都是阴的。从样片上看呢，颜色还是那么的让我喜欢色彩很准，氛围感还是不错的。这次我们放大中心跟左上角，中心画质还是没问题。左上角画质还是有些下降，但是下降的完全可以接受。最重要的是紫边控制的不错。从这2组照片中可以看出来，这台主摄彩能镜片在光学质量上还是可以的。下面我们看看1亿像素跟普通模式的区别。有一点非常好，1亿像素跟普通模式在成像风格上、色彩宽容度上非常接近这点很好。放大之后，1亿像素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比普通模式要强的，只不过这个1亿像素好像也有点水不过无所谓，反正比普通模式强就行了。下面聊聊超广角，从硬件参数上一看就知道这台超广角的成本不是很高。厂商吹完了主摄之后超广角的硬件参数厂商就不愿意告诉你了，毕竟感光器的尺寸不大，像素也不高。从样片上看，这台超广角在最基本的成像色彩上、白平衡上做的还是挺好的。按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颜色比较讨喜。只不过放大中心跟边角画质一对比这中心画质还是可以的，相比这边角画质稍微是差一些。再换一张样片，颜色上还是没问题只不过现在不用放大，你就能看出边角画质下降的程度了。那么放大中心跟左上角可以看出来中心画质还是比较优秀的。边角画质嘛，跟苹果有一拼了。不过呢，虽然光学素质一般，但是也不应该影响您的摄影兴趣。您看这些照片都是我用这台手机的超广角拍摄的，
虽然说器材是分好坏的，但是摄影本身是不论器材的。你看我们节目多么的正能量。前面已经说了，这台手机是没有2倍镜头的，它的2倍焦段呢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但是由于它的主摄是1亿像素的，所以这点还是可以有文章可以做的。那么我们看看它的2倍表现怎么样。从样片上看，我敢说小米进步了，因为小米之前的数码变焦拍出来的照片很容易惨白，从这组对比中来说，看着真像是一颗光学镜头拍的。那么放大中心对比细节的话，你可以发现2倍镜头拍出来的细节确实比1倍的普通模式要清晰。再换一组照片，2倍的数码变焦拍出来的色彩还是很正常的，并没有惨白，这点非常不错。放大中心对比细节依然是2倍的数码变焦比普通模式的1倍清晰度强很多，那这点是不是很好呢？是吧？又清楚，色彩又好。虽然说没有2倍镜头，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它跟主摄的1亿像素高清模式比呢？我们比比看啊，居然在某些细节方面还比主摄的1亿像素高清模式还好。从实际效果上来说，这颗数码变焦的2倍焦段在成片效果上看还真的是不错的，对我来说是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一个惊喜。这台手机的后摄区设计的挺猛，但是你们知道里边有多少凑数跟假镜头吗？有一个凑数的微距，有一个闪光灯，右下角那个干脆就是一个装饰。你说这不就是欺骗善良的小朋友吗？不过好在它通过内功又给你补回了一个2倍镜头，这么想还可以。由于这台手机有一个凑数的微距镜头，那么就聊一下啊，硬件参数都列这儿了，确实很凑数。由于这台手机的超广角呢，成本控制也很严，没法拍近处，没法自动对焦，所以就得用一个微距镜头。但是微距镜头也很贵啊，怎么办呢？那就用一个很便宜的微距镜头吧。所以它拍摄出来的效果嘛，就是聊胜于无啊，凑合拍凑合玩吧，总比没有强。这个前置镜头嘛，由于这次拍摄由于疫情的原因没有九虎，没有掌章，那么就没有前置镜头介绍了。人像拍摄这方面，我用倒计时5秒拍摄的方式，摁下快门之后赶紧跑到位，等着拍摄。多亏当时没人呐，要不然跟二傻子似的，太尴尬了。从效果上看呢，还可以，就是有些照片好像有点过曝，有点偏白。从整体效果上看吧，就说还说得过去吧，对得起价格。下面说一下这台手机的夜拍能力。首先说它的取景亮度方面，在极暗的环境下是取景亮度不够的，看不清景物。其次呢，就是它的夜景拍摄时间非常短，在极暗的环境下也就转个2秒钟就能拍摄了，好像小米在限制它的夜景拍摄能力。而且普通模式的自动夜景在这台手机上也比较轻微，几乎可以算直出了。先上一组城市照明环境下的样片啊，主摄的效果还不错，尤其是高光压制明显比超广角要强。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倒是比主摄多，就是这亮部细节呀，惨白一片。再换一组，发挥也是非常稳定，主摄还可以，超广角依旧是暗部细节比主摄多，亮部细节惨白一片。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这回主摄的表现明显比超广角要强了。你说刚才那些场景要是主摄的暗部细节再丰富一些该多好啊！女流氓小巷这个非常暗的场景，手机到这儿都应该打开夜景模式了。不过前面说了，这台手机的夜景模式成像时间非常短，那么它的最终效果呢，也就比直出模式强一点点。不过这个场景下，超广角的夜景模式跟普通模式比，差距倒是大一些。不过呢，有积极的一面，就是主摄跟超广角在没有防抖的情况下也没有拍虚，这点还是挺好的吧。老观众应该从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可以看出来，这台手机的夜拍能力不是很突出，所以在祖传神树这个场景它就拍不出来什么了啊，夜景模式也拍不出来了。前面已经说了，这台主摄是没有防抖的，那么所以在录制视频的时候防抖方面稍微差一些，尤其是像我这样一边走路一边录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想拍出好的视频质量，还是老老实实端稳些。超广角拍摄视频的时候，在防抖方面稍微比主摄强一些，虽然说它也没有防抖。夜晚的走路防抖表现，主摄这边跟白天差不多啊，果冻效应看着更明显一些，因为毕竟有灯光嘛，而且还有鬼影。但是清晰度方面呢，还是可以的。如果您端稳了，别像我这么走着，应该效果还可以。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敢恭维了，首先它的画面亮度就不够，什么都看不清。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非常暗了，这台手机的主摄在这个场景下都没法应付了，也就什么都拍不到了。那相同场景主摄都这样了，超广角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也就是能证明自己在录像吧。工业设计方面怎么说呢？我有喜欢的地方，也有不喜欢的地方。那先说喜欢的地方吧，就是这台手机的整体造型啊，看着很有方正的硬朗的感觉。但是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后摄设计，看着挺猛，但是里边又是假摄像头又是凑数摄像头的，
哪怕你多塞一个其他的什么镜头呢，是不是？显示器显示效果方面，这次我很满意，完全对得起它的售价。在画面里您看着有点闪，这不是它的问题，这是我们拍摄设备的快门的问题。总之，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屏幕非常对得起售价。这台手机的侧面非常好看，整体的厚度、握持手感以及后摄凸起的高度控制的都非常的合理，反正就是好看。顶部还给你保留了3.5毫米耳机接口，就问你喜欢不喜欢？这台手机在硬件上还有一个亮点，120瓦的快充，你喜欢不喜欢？不过呢，不管你喜欢什么，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结尾呢，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Redmi Note 11 Pro Plus 这台手机还是很想表现影像实力的，要不然它也不会上1像素的主摄。主摄的表现上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镜组的光学质量比较优秀。最好的、最让人高兴的就是这台手机数码变焦的2倍焦段拍摄效果，就好像这台手机还真有一个2倍光学镜头似的。其实呢，这台手机的后摄工业设计还是有点抖机灵的，不是假镜头就是凑数镜头，这点有点坏。但是通过过硬的软硬件配合，又给了用户一个完全可用的2倍焦段，从这点上说还是有点实力的。超广角的表现嘛，一般般吧，感光器一般，镜组的光学质量一般，微距镜头就是聊胜于无的凑数镜头。夜景的表现也只能说一般，样片都在视频里了，大家可以结合售价，结合自身自己判断下。主摄没有光学防抖，夜景模式曝光时间又不长，夜景效果呢也就这样了。总之呢，小米在软硬件上都稍微的限制了点这台手机的夜景表现，除非以后通过软件升级给一个更好的夜景拍摄模式。录像的表现上呢，由于没有物理防抖的原因，想拍出好的视频还是得拿得稳稳的才行。OK， 到结尾了，希望您喜欢前面的内容，记得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那么后面我们会统一再放一下这台手机拍摄的摄影作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